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去买猪，见黑猪啃咬他，他考虑后将黑猪买回了家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山西府有2户人家，一家姓张，男主名唤张有才。其祖上世代为农，张有才无钱无本事，从小跟随父亲干农活，以种田为生。另一家姓李，男主名唤李宝库，其父是个木匠，凭着这门手艺，李家的日子还算不错。后来长大成人的李宝库跟着父亲学起了木工手艺。2年后，李宝库也成了一名木匠，日子过得要比张有才强上几倍。张家与李家只有1墙之隔，虽说2家人的家境有些悬殊，不过2家人世代友好，互帮互助，关系甚密。张有才和李宝库年纪相仿，2人从小玩到大，亲如手足。李家地里缺人手时，张有才就过去帮忙，从来不收工钱。而张家有木工活了，李宝库也过去帮忙，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收过工钱。村里人都知道他们2家的关系，也都十分羡慕他们。在李宝库35岁那一年，其父李宗善在一次外出做工回家时染上了邪寒，到家后李宗善晕倒在地，从此卧床不起。李宝库多次外出求医，郎中请过不少，汤药也开了不在少数，可是父亲的病却没有一丝好转。原本衣食无忧的家，因为给父亲抓药看病，很快积蓄就被掏空。李宝库看着昏迷不醒的父亲，不禁轻声哭了起来。说来也巧，这一幕正巧被前来探望的张有才看了个正着。宝库兄弟，你不去侍奉叔伯，为何在屋门口哭泣呢？张有才诧异地询问道。李宝库擦了擦眼泪，抬起头看了看他，小声说道：有才兄，我不瞒你说，为了给爹看病，我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哪里还有钱请郎中啊？说完，李宝库低下了头。张有才闻言后这才明白过来，他思忖片刻后说道：眼下给叔伯治病要紧，宝库兄弟，你不要多虑，我家里还有些银子，这就回家给你拿来。说着，张有才转身就走。李宝库拉住了他的手，说道：有才兄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你家日子本就不富裕，若是将钱给了我，我1年半载也给不了你，你还是留着自用，就让我爹自求多福吧。说完这句话，李宝库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兄弟，我们2家如同亲人一般，如今叔伯卧病在床，你又无钱医治，作为兄长，我岂能不救呢？你别多说，我去就来。说完，张有才甩开李宝库的手，快步离开了。到了家，张有才就对夫人王氏说道：方才我去探望李叔伯，发现宝库兄弟为了银子在哭泣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，要帮帮他才行啊。为了银子哭泣，莫非他手里没钱了？王氏询问道。正是，我与他亲如兄弟，祖辈世代友好，你我不能不管呢。我知道，可是咱们是农夫，1年下来也攒不了多少银子，咱家只有10多两银子，那可是留给咱儿子娶媳妇用的呀。张有才闻言后皱起了眉头，他思虑片刻后说道：眼下救人要紧，这些银子就先拿给宝库兄弟，咱儿子还要过几年才说亲，等宝库兄弟手头富裕了，他必定会归还的。也好，不过亲兄弟明算账，你让宝库兄弟立个字据，以免以后多费口舌。好。王氏言罢，转身去拿银子。张有才接过13两银子，急匆匆地去了李家。宝库兄弟，这里有13两银子，你先拿去用吧。张有才一边说话，一边将银子塞给了李宝库。李宝库感激涕零，当即跪在地上拜谢。
此时，李宝库的夫人郑氏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她见张有才手里拿着银子，自然明白怎么回事，她也跪倒在地，开始感谢张有才。张有才见兄弟和弟媳如此表现，他哪里好意思提立字据的事？算了，凭着我与宝库兄弟的感情，他定不会赖账。张有才想罢，遂将二人扶了起来。弟弟、弟媳，如有能帮上忙的，你们尽管开口。多谢兄长了，大恩不言谢，日后自会报答。李宝库满眼泪花，哭着说道。张有才看不下去，转身离开了。此后，李宝库接连多日外出求医问药，可是李宗善的病还是没有好转。昏迷不醒的李宗善还是在1个月后驾鹤西去。张有才披麻戴孝，与李宝库一起发丧。村民们见状后无不感慨，张有才虽说家贫，但是出钱出力帮着李宝库，如今又披麻戴孝，能结交这样的兄弟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是啊，据说为了帮助李家，张有才将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了李宝库，足有13两银子啊！张有才真是侠义之人啊，真是令人佩服。村民们各抒己见，而张有才借钱给李宝库之事，村里人也都知晓。李宗善已经入土为安，而李家与张家的日子还未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两家人的关系起了波澜。李宗善离世后的第2年，有一天晚上，王氏与张有才闲聊：“夫君，宝库兄弟一直没有提过还钱之事，而且当时也没有立下字据。我最近一直不心安，明日你和宝库兄弟说说银子的事，若是他手头有了，先偿还一些。咱家过日子也需要银子啊。”好，明天我就去和宝库兄弟说说这事，你放心，宝库兄弟不会赖账的。张有才笑言道。翌日一早，张有才吃过早饭后就去了李宝库家里。此时的李宝库正在吃饭，正是见他来了，赶忙上前打招呼：“哥，这么早就过来了，有何事吗？”李宝库询问道。张有才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嫂夫人这2天要用钱，我过来问问你，手头若是富裕了，就先给哥一些。”本是理所应当的事，张有才态度十分平和。可让他吃惊不已的是，李宝库翻脸不认账了。“有才兄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何时向你借过银子？”李宝库严肃地说道。而一旁的郑氏也吃了一惊：“夫君，那日你明明拿过你这妇人，休要多嘴。”李宝库朝着妻子厉声呵斥道：“宝库兄弟，当初李叔伯卧病在床，你发愁无钱医治而泪流满面，我拿出13两银子救济你，今日你为何又矢口否认呢？再者说，这件事村里人也都知道啊。”“村里人知道？谁看见了？你让他们过来对质。”你张有才气得直打哆嗦，一旁的郑氏不敢多嘴，不住地叹息：“有才兄，要是没事赶紧走，我还要出门做工，失陪了。”说着，李宝库拿起工具就走出了家门。“你站住！今日你若是不说清楚，休要离开这里。”那13两银子对于张有才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，如今李宝库赖账，张有才岂能认了？他朝着李宝库大声说道：“有才兄，你我30多年的兄弟情谊，我若是拿了你的钱，我何必赖账不还呢？可是你无中生有，这不是无事找事吗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快些离开我家！”李宝库有些生气，蛮横地说道。王氏一听吵起来了，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：“宝库兄弟，做人要讲良心，你父亲生病，我和你兄长没少帮忙，拿13两白银是我经手的，怎么会诬陷你呢？”王氏说道：“嫂夫人，你给了有才兄，谁知道他把钱给了谁呢？反正我没有收到过。”李宝库说道：“夫君，咱不能昧良心啊！”
正是刚一开口，就被李宝库一巴掌打倒在地，正是不敢再说话了。我若是拿了你的钱不归还，那我下辈子就做一头猪报答你，你看如何？李宝库得意地说道。张有才夫妻俩听闻后气得直跳脚，他们只得先回了家。我们去衙门说理去。没有字据，空口白牙，如何去说理？当初我让你立字据，就是加以提防，谁知道你如此心软，连字据都没有立。张有才后悔当初没有听夫人的话，如今他低着头没有再说话。正如王氏所说，没有字据，如何去衙门说理？张有才夫妻俩吃了哑巴亏，没有去衙门。可是村里人都对这件事愤愤不平，他们觉得李宝库做得不对，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此后，村民们都不和李宝库来往，就连正事也被村民们疏远了。这次的波澜很快趋于平静，张家和李家再无往来，村民们依旧各忙各的。张有才每日下地干活，为儿子攒钱说亲。李宝库凭着手艺外出做工，一年下来倒也能赚不少银子。而就在这件事过去的第3年，有一次，李宝库给一户人家干活时，一根主梁突然掉落下来，正巧砸中了他，李宝库当场毙命。得知此事的张有才彻夜未眠，翌日起来时，双眼十分红肿。而就在李宝库离世的半年后，有一日，正是登门来访，递给了张有才5两银子。张有才有些诧异，正是说道：“有才兄，你救济宝库之事，我是知晓的。我这里有8两银子，你先拿去用，以后若是有了，我再还给你。”说完，正是转身就走了。不久后，正是改嫁，离开了李家，李家从此荒废。后来宅子被李宝库的侄子占有了，而尚未归还的5两银子，看来当真是打了水漂。这日一早，王氏对张有才说道：“我去地里干活，你去镇里买一头小猪回来，到了年关，正好宰了吃肉。”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说完，张有才就走出家门，朝着镇上走去了。到了城里，张有才闲逛起来。靠着南门的位置，正巧有一位老者在那里卖小猪。张有才走了过去，却被一头小黑猪深深吸引住了。“老人家，这头小黑猪怎么卖？”张有才话音刚落，只见那头小黑猪猛地冲了过去，张开嘴就啃咬他。张有才吓了一跳，赶忙往后躲闪，而那头黑猪却不肯罢休，就围着他啃咬他。“你给我回来！”老者见状，赶忙站了起来，将黑猪拉了回来。“不好意思，这头黑猪原本很温顺，今日不知怎么了，还请见谅。”老者轻声说道。“无妨，您多少肯卖？1两银子，如何？”张有才看了看小黑猪，却发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而黑猪脑门上的一颗红痣却再次吸引了他。红痣怎么和李宝库的一模一样，就连位置也相差无几？而且黑猪的脸面为何和李宝库如此相似？难道他当年的毒誓成真了不成？张有才看着眼前的这头黑猪，不禁浮想联翩。他愈发觉得这头黑猪肯定就是李宝库。张有才考虑后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头黑猪我买了。”说完，张有才拿出银子递给老者。老者接过银子，笑着说道：“这头黑猪很是温顺，今日见你就啃咬，或许与你有些缘分吧。”张有才闻言后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随后他抱着黑猪回了家。说来也怪，这头黑猪到家后却变得异常温顺，它没有再啃咬过张有才，相反却总是跟在张有才脚跟后面不肯离开。而更让张有才吃惊不已的是，这头黑猪时不时的会看向墙那头的李家宅子，更有几次张有才亲眼目睹了黑猪流下了眼泪，这让张有才更加坚定眼前的这头黑猪就是李宝库。
虽说张有才记恨过李宝库，不过如今的李宝库已经遭到了惩罚。再者说，张有才念及二人多年的兄弟情谊，他选择了原谅和善待。为此，张有才重新垒了一个猪圈，和妻子一起精心喂养这头黑猪。黑猪很是温顺，从来没有生过病。到了年底下，小黑猪已经肥得不能动弹。张有才看着黑猪，不舍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知道是你，眼前年关将至，你也要兑现你的誓言了。过2天，我拉着你去见王屠夫，让他给你来个痛快的，免得遭罪。”黑猪看了看他，掉下了眼泪。几日后，张有才拉着黑猪来到王屠夫家里，王屠夫却被眼前的这头黑猪惊讶到了。他做屠夫以来，很少见过如此肥硕的黑猪。随后，王屠夫与张有才谈论半晌，后来以6两银子买下了这头黑猪。张有才拿着9两银子，不禁苦笑道：“你生前欠了我13两银子，你夫人归还了8两，王屠夫给了我6两，这些钱刚刚够了。我希望你来生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了呀。”张有才不忍心逗留，拿着钱走了。而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起过，就让这件事化作一缕清风，慢慢消散了吧。今天的第2个故事，男子夜宿尼姑庵，深夜被尼姑拉进暗室，尼姑别出声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大名府有一位男子，名唤张泽胜，是一个药材商人。因为年轻时候的一次善举，他得到一位老者的指点，后来又在这位老者的资助之下，做起了药材生意。在老者的引荐帮助之下，不到3年，张泽胜的生意如日中天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后来，张泽胜在镇上开了一家药铺，取名泽善堂。张泽胜没有忘恩，时常到那位老者家里探望他，他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后来，那位老者得了一场重病，张泽胜请遍了各地的名医，还是没能医治好老者的怪病。1个月后，那位老者病逝，张泽胜痛哭不已，后与老者的2个儿子将老者发丧。2年后，老者的后人因做生意搬离了此地，至此之后，张泽胜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。对于老者，张泽胜怀有感恩之心，若非自己的那次善行，他哪里会结识老者？若没有老者的鼎力帮助，他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。所以张泽胜心存善念，乐善好施，若是穷苦百姓来店铺里看病，他向来不收1分钱。他的善行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，方圆100里内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。离镇子约有30里外，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子里住着一位姓王的瓦匠，娶了邻村一位姓郑的姑娘为妻。王瓦匠老实厚道，正是贤惠勤快，婚后夫妻俩的生活很是幸福。可是2年后发生的一件事，却是打碎了夫妻俩的幸福生活。有一日，王瓦匠外出做工，在给主家上梁时，他忽然觉得头晕目眩，一下子从房梁上跌了下来，不省人事。正是得知此事后，赶着自家的牛车将丈夫送往城里医治。不过王瓦匠伤势严重，再加之正是没有银子看病，几家药铺都不肯帮忙医治。随后，正是拉着丈夫来到张泽胜的店铺，恰巧那日她在店铺里，正是哭诉着说出了丈夫的遭遇。张泽胜看着昏迷不醒的王瓦匠，遂起了恻隐之心，赶忙将伤者抬起店铺，吩咐郎中诊治。正是守在一旁不停地啼哭，张泽胜耐心地劝慰着。郎中诊治后，却朝着张泽胜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此人伤及头部，淤血过多，怕是难以活命了。我先给他开些汤药，至于能否痊愈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”张泽胜点了点头，而此时的正是哭得稀里哗啦。张泽胜无奈地摇摇头：“老板，我身上无钱，您行行好，救救我丈夫吧，
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的恩情。”郑氏跪倒在地，朝着张则胜哀求道。张则胜见状，赶忙将他扶了起来：“人命关天，救人要紧，你不必担心银子的事，这些汤药你先拿去服用。”郎中将几副汤药递给了郑氏，郑氏感激涕零，不停地感谢。随后，张则胜与郎中一起将王瓦匠抬到牛车上，郑氏含泪感谢，赶着牛车回家去了。从此之后，张则胜再也没有见到过郑氏。大约过了1年，有一次，张则胜去外地采购药材，回来时天色已晚。他快步走在荒野小路之上，寻找人家落脚留宿。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，这让张则胜十分焦急。可是眼前尽是荒地，根本没有人家。张则胜用衣服盖住头，一路小跑往前赶。走了一会儿，忽然瞧见前方有亮光，张则胜大喜，赶忙朝着亮光处跑了过去。走近后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尼姑庵。张则胜叩响了院门，不多时，一个尼姑缓缓地打开了院门。张则胜不敢怠慢，赶忙作揖，说道：“在下张则胜，是一名药商，路过此地，恰逢大雨，我实在无处躲雨，恳请在此避一避雨。”尼姑看他面善，再加之只有他一人，思虑片刻后说道：“施主，随我进来吧。”张则胜感激不已，说了一声谢谢，跟随着尼姑进了庵中。“施主，这里有一间偏房，你今晚就住在这里，还请施主不要到处走动。”“多谢，在下稍后就休息，绝不乱走动。”尼姑点了点头，随后转身离开了。张则胜进了偏房，虽然房间简陋，但摆设整齐，屋内一尘不染。张则胜走到睡床前，宽衣解带，或许是赶路过于劳累，不久后他进入了梦乡。“师妹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还有，今晚寺庙里来了一位南香客，因为遇到大雨来此借宿的，我让他住偏房了。”那个尼姑说道。“南香客？哪里人？”另一个尼姑询问道。“不清楚，不过他说是药商，名叫张则胜。”“药商？张则胜？难道是他？”尼姑大吃一惊，小声嘀咕道：“你认识他？”“哦，不认识，师姐，我回去休息了。”说完，尼姑起身离开了。路过偏房时，只听里面鼾声如雷，而那个尼姑站在屋子外面，并没有急着离开。“我明早再来拜谢恩公。”说完，尼姑快步离开了。夜至子时，外面的大雨已经停了，尼姑庵里寂静无比。而就在此时，两个黑影悄悄地潜入庵中，只取张则胜的首级：“我们回去领赏，速战速决，莫伤他人。”其中一个黑衣人说道。果然同行是冤家，李武成居然出价200两要张则胜的性命，真是有钱人。另一个黑衣人说道：“嘘，休要乱说，快些找张则胜。”言罢，几个黑衣人悄悄地分散开来，而刚才他们的对话却被那个尼姑听了个正着。“恩公有性命危险，我要过去救他。”说着，尼姑披上外衣，急急忙忙地溜了出去，朝着偏房跑了过去。“恩公，快随我来！”张则胜被这话惊醒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却发现一位尼姑站在窗前。“你是谁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张则胜询问道。“恩公，快跟我到暗室里去。”尼姑一边说着，一边拽住张则胜的手，拉着他跑出偏房，朝着不远处的另一间房子跑去。推开门，尼姑转动机关，木床随后移开，一间暗室呈现出来。“快进去，别出声。”尼姑拉着张则胜躲进暗室，木床随即快速回到原位。“你是谁？为何喊我恩公？”张则胜问道。“嘘，别出声，那几个黑衣人要你性命。”张则胜闻言后倒吸了一口气，他没敢再出声。
不多时，屋子里传来脚步声。李武成派人看过，张泽胜就在尼姑庵里，大半夜的，他会躲到哪里？难道他已经离开了？是不是张老板的消息有误？庵里的房间都搜了个遍，除了几个尼姑，并没有张泽胜的踪影啊！再去搜搜，若是没有，我们尽快撤离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李老板的200两银子，咱们迟早要赚到。说完，脚步声响起，几个黑衣人溜出了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尼姑转过头来，小声说道：“恩公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张泽胜离他很近，仔细一看，这下算是看真切了。他惊讶道：“原来是你！你丈夫可曾痊愈了？”眼前的这位尼姑不是别人，正是王瓦匠的妻子郑氏。恩公，我丈夫早就过世了，公婆丧子心痛，相继离世，小叔子又将我赶出家门。可是我无父无母，身上又无钱，只得出家为尼，算是有了一处落脚之地呀。说着，郑氏流出了眼泪。张泽胜闻言后叹息不止，不停地劝慰郑氏。过了半晌，外面已无动静。随后郑氏走出暗室，探身向屋外观察片刻，心下已知那些黑衣人已经离开，这才招呼张泽胜快些出来。恩公，那些人走了，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今晚多谢你出手相救，否则我怕是性命不保了。你对我家有恩，我又岂能不救恩人呢？你回去休息，我去看看几位师姐。郑氏言罢，急忙走了。张泽胜回到了偏房，他看着木床，不禁苦笑起来。几副汤药居然换回来一条性命，真是值得了。等到郑氏跑过去时，其余的几个尼姑也都发现了动静，好在没有人受伤，这件事也就作罢了。翌日一早，张泽胜辞别郑氏后，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县城。他将李武成买凶之事说给了吴县令。吴县令知道李武成的为人，也更加了解张泽胜。吴县令思忖片刻，随后吩咐衙役将李武成带到衙门。李武成也是药商，在镇上开着一家药铺，只是他唯利是图，欺诈百姓，坏事做尽。当地百姓早已知晓他的嘴脸，很少有人去他店铺里看病抓药。吴县令知道他的为人，公堂之上，吴县令并没有给李武成好脸色。一顿审问后，李武成拒不招认。吴县令刚要下令用刑，李武成就变了脸色，随后如实招供。原来李武成见张泽胜的药铺买卖红火，妒忌心起，日子久了便起了杀心，这才用200两银子买通几个黑衣人，打算除掉张泽胜。可没想到却被郑氏及时发现，将张泽胜拉进暗室，救了他一命。吴县令当庭宣判，李武成买凶要取张泽胜的性命之事已经坐实，先是被杖打50大板，随后又被发配去了边疆。几日后，挨了50棍棒的李武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县城。后来听押解的衙役说，李武成伤口溃烂，不久后就死在了半路上。张泽胜得知此事后，不禁摇了摇头：“李武成，你害人害己，落了个如此下场，你又能怨谁呢？”几日过后，张泽胜带着随从去了尼姑庵，他捐献100两白银作为香火钱。随后他找到了郑氏，与他闲谈也有1个时辰。不久之后，张泽胜拉着郑氏走出了尼姑庵。此后，郑氏再也没有回到尼姑庵。不久后，据当地的百姓们说，张泽胜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妻。张夫人贤惠勤快，人品极佳。后来有村民见过张夫人，都说她长得很像王瓦匠的妻子。而更巧合的是，张夫人也姓郑。张泽胜对夫人疼爱有加，夫妻俩感情十分深厚。而张泽胜一生没有纳妾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木匠给女子修床，女子说夜里害怕，木匠说有我在。
明朝万历年间，大名府城北面有一个村庄，村庄不大，住户约有几十人，村民们日出劳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过得十分悠哉。村子的南面有一条小河，河水潺潺而流，给这个小村庄增添了一些祥和之美。村子里住着一个石匠，名唤杨二明。他为人正直，长得一表人才。后来在李三娘的介绍之下，将镇上王家的姑娘娶进了门。说到王家的这位姑娘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姑娘。这位姑娘名唤王美月，其父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家境很是优渥。王美月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，而且她喜好诗文，富有才华，样貌极为漂亮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。后来镇上张员外的侄子托关系找上王家，想要娶王美月。王父询问后得知，这位张公子琴棋书画，满腹经纶，即将赴京参加科举考试。而且张家家境富足，女儿若是嫁给了张公子，定不会受苦受累。王父思虑再三，于是答应了这门亲事。王美月听闻父亲说，那张公子也喜好诗文，将要赴京赶考，他觉得找到了情投意合的郎君，对这门亲事倒也默许了。1个月后，正当两家人筹备婚事时，那位张公子却进了衙门。王家人一打听，这才得知，原来张公子勾搭有妇之妇，还让人家有了身孕。这件伤风败俗的事情一下子就在镇子里传开了，而张公子被仗打后发配边疆去了。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我岂能将女儿嫁给如此恶劣之人？退亲！王父气得直跺脚，随后他告诉媒婆，还真就退了亲事。得知此事的王美月黯然神伤，她暗暗思虑，莫非那些文人才子真如大家所说，都是虚伪无情之人吗？这件事深深伤害了王美月，也让王美月对文人才子有了偏见。她暗暗发誓，此生再也不嫁才子文人。此后，王美月深闺简出，学起了做刺绣。前面提到的李三娘与王美月的母亲熟识，姐妹俩相差几岁，说起来还有些亲戚。这日，李三娘来到镇上，恰巧遇到了王母，二人许久不见，王母遂将李三娘邀请到了家中。闲聊之中，李三娘得知了王美月的事，而王母正在为女儿发愁，因为感情的挫败，让王美月深受打击，她将自己关在闺房里，不愿外出。王母担心女儿，也为此事发愁不已。李三娘虽说是个田舍妇人，但她人脉广，村里人都称她为媒婆。妹妹，你家境富足，倒也不缺银子花，只是想女儿有个好的归宿，对吧？李三娘说道。姐姐，如你所说，我只想给女儿找一个老实厚道的丈夫，对于家境，我们倒是不挑剔。王母说道。呵呵，既然如此，我倒是有个好人选。真的？只是他出身贫寒，家境一般，是一个石匠，不过为人正直，老实厚道，人品没得说。你若是不挑剔，我可以说说这门亲事。不挑剔，只要他人好，疼爱我女儿就行，我们俩也就安心了。好，我回去就去说这门亲事。说着，李三娘乐呵呵地走了。而李三娘口中的这位石匠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前文提到的杨二明。杨二明时年24岁，虽说英俊潇洒，不过就是因为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一直没有娶上媳妇，而他人品确实没得说。李三娘回到村里后，直奔杨家去了。到了杨家，李三娘表明来意，杨父杨母一听李三娘是来给儿子说亲的，他们热情招待了李三娘。而得知姑娘是镇上王药商的女儿时，夫妻俩都吃了一惊。我就是一介农夫，家境一般，人家岂能看上我儿子？三娘，你莫不是拿我取笑不成？杨父说道。
婚姻大事，我岂能拿此来说笑？王家人特意让我来说这门亲事，人家看上的是你儿子的人品，你们可不要亏待了人家姑娘啊。”李三娘笑着说道。杨父杨母听闻此话，开心不已，当即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李三娘乐呵呵地走了。隔天，她去了镇上传信，两家人都没有意见。半个月后，杨二明将美若天仙的王美月娶进了家门。而见过王美月的年轻人，无不被她的美貌所折服，其中就包括了李海成。李海成年约19岁，是一个木匠。他的父亲过世的早，他早早的就撑起了这个家。李海成是其母亲一手带大，深知母亲的不容易，所以他发誓自己要找一个贤惠孝顺的女子为妻。可是李海成结识了3位姑娘，没有一个让他满意。李海成干脆不找了，等过几年再说。而见到王美月的第一眼起，她的美貌就深深吸引了李海成。杨二明比李海成大几岁，两家人住得不远。李海成每见到这位貌美的嫂夫人时，都会羞怯地打招呼，随后急匆匆地躲开。起初，这让王美月很是惊讶，后来才得知李海成是个腼腆内向之人，人品也十分好。因为两家离得近，李母的刺绣手艺很好，王美月就经常到李家学刺绣。久而久之，她与李海成和李母熟络起来。此后，王美月在学刺绣之余，经常帮着李母做一些家务活，娘俩的关系十分好。李海成得知此事后，对王美月深表感激，他暗暗发誓自己也要找一个像王美月一样年轻貌美、贤惠孝顺的姑娘做妻子。日子一天天过着。后来杨家发生了一件事，这件事打碎了小村庄的宁静，也让王美月和李海成有了交集。且说有一年冬日，杨二明外出做工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。杨二明为了早些回家，走冰道抄近路，没想到杨二明掉入冰窟里，被地下的暗流冲走。杨二明遭遇了不测，王美月自此成了寡妇。要说那王美月虽然出生于富足人家，但却懂得世俗之理。虽说丈夫早逝，但王美月却没有离开夫家。尽管王父王母多次来接她，但是王美月不肯回娘家，这让杨父杨母甚是感动。可是王美月毕竟年轻，总不能误了人家的前程，于是夫妻俩苦口婆心地劝说王美月改嫁。可是王美月并没有答应。她依旧经常去李家，跟随李母做刺绣，赚些零钱贴补家用。李海成每见到王美月时，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伤感。他觉得上天如此对待王美月有些不公。但事已至此，再加上王美月经常帮助母亲，此后的李海成总会挤出时间到杨家干活，这让王美月十分欣慰。渐渐的，王美月对李海成起了好感，而李海成又何尝不是呢？杨父杨母眼睛不瞎，他们也看出了端倪，夫妻俩就劝说王美月改嫁给李海成。王美月淡然一笑，没有说什么。过了约有1个月，这日黄昏时分，王美月来到李家，李母笑脸相迎。李海成刚刚从外面回来，正在洗漱。婶子，海成在家吗？王美月说道。他刚回来，正在洗漱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李母问道。我家的木床坏了，想让海成帮我修一下。那你先坐下，他一会儿就好。说完，王美月坐了下来，二人闲聊起来。少顷，李海成洗漱完毕，见王美月来了，他赶忙走过来打招呼。得知王美月的木床坏了，李海成二话没说，跟着王美月就去了家里。李海成看了看木床，发现问题并不严重。过了半晌，木床修好了。李海成见天色已晚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总有些不妥，于是起身告辞。
王美月却将他拦住，端来一碗热茶，说道：“海城，你家离得近，不要着急回去，我有些话要对你说。嫂嫂，你有事就说，海城一定会帮你。忙活了半晌，先把这碗茶喝了吧，要不然我过意不去呢。”说着，王美月将茶碗递给李海城。李海城不敢直视王美月，羞怯地接过了茶碗。“海城，你很怕我吗？”“没有，嫂嫂多虑了。”“那你为何不敢看我呢？我有那么丑陋吗？”“嫂嫂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李海城言罢，起身就要离开。王美月再次将他喊住：“海城，家里就我自己，我有些害怕。”“嫂嫂害怕什么？锁紧屋门便是了。”“海城，你陪我一会儿如何？”“啊，可是我与你，若是传了出去，这有损你的名声啊。”“没事，你留下来陪我一起说说话吧。”李海城看着王美月，居然不知道说些什么了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王美月没少帮母亲干活，眼下王美月有求，他也不好推脱。他思忖片刻后点了点头。二人开始闲聊起来。3更末了，忽然屋门响了起来。王美月吓了一跳，李海城也被突如其来的响声吓住了。“谁？”没有人回答，不过似乎有人在敲门。李海城站了起来，大声询问道：“到底是谁在敲门？”此言一出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越来越小，似乎敲门之人仓皇逃走了。“海城，我真的很害怕。”“有我在，你别害怕。”李海城明白了，原来王美月所说的害怕并非假话，于是决定留下来陪着他，给他壮胆。子时到了，李海城困得不行。王美月小声说道：“海城，你若是不介意，就来屋里休息吧。”说完，王美月羞怯地低下了头。李海城吃了一惊，赶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，嫂嫂尽管休息，我在堂屋休息就行。”奈何王美月如何邀请，李海城都没有进屋，这让王美月对他刮目相看。海城果然正直老实，我没有看错他。这一晚没有人再来敲门，李海城睡到鸡鸣声起，才偷偷地回到了家。第二天晚上，王美月又来到李家，李母笑脸相迎，没有多问什么。随后，李海城跟着王美月去了杨家。3更末，屋门又被人敲响，王美月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海城，那个人又来了，我害怕。”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说完，李海城跑到屋门前，一把打开门，大声呵斥道：“谁在敲门？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”门打开了，一个人影快步跑开了。李海城没有看清是谁，但见那人的动作，似乎吓得不轻。这一晚，没有人再来敲门，王美月的心七上八下。不过李海城依旧睡在堂屋，对王美月没有非分之想。爹娘多次接我回家，公婆也曾多次劝我改嫁，并非我不嫁，只是不敢随意找人托付终生啊。可是我年方20岁，路还长，总不能这么孤苦过一生啊。那海城为人正直，不占我一丝便宜，这样的人值得托付终生。王美月思来想去，遂下了决心，如果明晚海城依旧如此，他就向他挑明此事。村鸡升起时，李海城偷偷地溜回了家。其实李母也早就察觉到了王美月和儿子之间的蹊跷，她并没有干预此事。她认为男未娶，女未嫁，姻缘之事皆有定数。而至于是谁在夜里敲门，不用说，当然是村里的几个光棍。他们垂涎王美月的貌美之色，时不时会来敲门，总想着会发生些美事。可是王美月并非轻浮之人。第3日晚上，李海城又来给王美月壮胆。王美月觉得应该向他挑明了，也免得那些光棍再来打扰自己。“海城，你有意中人吗？为何不娶妻子呢？
王美月开门见山地询问道。意中人，嫂嫂说笑了，不是我不娶，是没有人愿意嫁给我。你英俊帅气，为人正直，应该不缺妻子的呀。我想找一个对娘孝顺一些的，可是很难啊。闻得此话，王美月顿了一下，她笑了笑说道：那你介意娶一个寡妇吗？李海成愣住了，他看着王美月，居然没有说出一句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王美月说完此话，脸上羞红起来。嫂嫂，你年轻貌美，贤惠孝顺，出身富贵，我岂敢对你有非分之想啊？休要这样说。二明哥早逝，我成了寡妇，爹娘接我回家，我不同意，公婆曾多次劝我改嫁，但我没有遇到对的人，岂敢随意托付终身？你为人正直，我早有耳闻，这几晚你来家里陪我，对我没有半点非分之想，这让我十分感动。若是成了你的妻子，我可以更加善待你的爹娘，还可以照顾养父养母，毕竟我与杨二明也曾是夫妻，算是尽些孝道吧。你愿意娶我吗？王美月看着李海成，轻声说道。迎娶王美月可以说是李海成毕生夙愿，如今机会就摆在眼前，李海成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一把抱住了王美月，轻声说道：我未娶，你未嫁，我愿意娶你。王美月流下了眼泪，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半个月后，李海成将王美月娶进了家门，李母笑得合不拢嘴。村子里的光棍们死了心，再也没有人敢来敲门。王美月果然孝顺，这让李海成十分满意。王美月觉得愧对杨二明，改嫁后依旧常去杨家，帮着养父养母干些家务活。李海成十分理解王美月，也经常去杨家，帮着养父养母干些农活，这让养父养母感激涕零。隔年，王美月生下了一个胖小子，夫妻俩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